俄军少将遇袭身亡，布达诺夫对乌克兰未来充满信心。乌军迎来2025年首个战果，库尔斯克俄军损失38000名士兵。乌俄两军在顿涅茨克展开无人机对决，俄军每占领1平方千米乌克兰领土就要伤亡102人。普京签署新总统令，剥夺囚犯入伍奖金。波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匈牙利被没收10亿欧元。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今年伊始，俄罗斯迎来噩耗，其工程兵副司令康斯坦丁·斯梅什科少将被曝遇袭身亡。俄罗斯方面对他的死讳莫如深，死因和地点均没有公布。仅有的消息显示，康斯坦丁·斯梅什科少将于12月26日死亡，目前已经下葬，俄方也为其举行了一场隆重葬礼。不过，仅从时间上看，12月26日当天，乌军曾使用暴风鹰导弹袭击了俄罗斯的奥缪尔地区，并击中了俄军的一个地下指挥部。因此，有外界分析认为，很可能就是这次袭击清除了斯梅什科少将，而且这位将军少将也是罪行累累，早在10年前就参与了俄军占领克里米亚的过程，因此他早就上了乌军的清除名单。相反，乌克兰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其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在全国联合新闻广播中表示，2025年的乌克兰肯定会比2024年更好，其乐观的来源来自乌军战果和对未来的预测。如战果方面，布达诺夫称其麾下的特工们已经让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多座俄罗斯城市风声鹤唳。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在12月，乌克兰特工就联合游击武装烧毁了俄军至少9列后勤火车，破坏了俄军铁路线。同时，乌克兰特工还在克里米亚、乌东俄战区和俄罗斯境内发起了一系列针对俄军高级官员的清除行动，且成果斐然。最著名的就是在莫斯科的中心消灭了俄军3防部队司令基迪洛夫。此外，布达诺夫还乐观认为，尽管俄罗斯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和阻止一些情况发生，但到2025年中期，俄罗斯很可能会因升级的对俄本土破坏行动，或是巨大人员和装备损耗等原因，不得不做出艰难决定。前线方向，乌军迎来新年第一个战果，俄罗斯剥夺了这些囚犯的入伍奖金。库尔斯克方向，乌军依旧在与俄朝联军全面作战，虽然战线变化不大，但有越来越多的朝鲜士兵被送往莫斯科医院救治。与此同时，1月1日，乌军第6游骑兵部队在向波格列布基推进时，再次使用密集炮火覆盖了森林地带的俄军控制区，最终成功完成了占领。目前详细的战报还没有出来，但这很可能成为乌军2025年在库尔斯克取得的第一个战果。在苏贾地区，乌俄双方还交战于马赫诺夫卡、德米特里科夫区域。尽管面临着不小的压力，但乌克兰正在用行动证明，他们依旧活跃在俄罗斯境内。此外，有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稍早时候，乌军对俄罗斯各地的空袭中使用了英国的暴风鹰导弹。如库尔斯克州州长表示，乌克兰夜间对库尔斯克别洛夫斯基地区发动导弹袭击，又或是包括利格夫 LGOV2 火车站、别尔哥罗德、卡卢加各州军事目标都遭到了导弹威胁，详细的战损还在统计中。值得注意的是，1月1日，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在继视察顿涅茨克后，又视察了库尔斯克地区作战部队。他抵达了乌军第82旅等部队驻地，与指挥官商讨了接下来的行动计划，并鼓舞了作战部队士气。希尔斯基强调，俄军在库尔斯克行动中已经损失了3.8万名士兵和1000多件装备，并被俘虏了700多名俄军。他表示，无论敌人是谁，持有哪种护照，乌军都将持续战斗，将其消灭。顿涅茨克前线，乌俄两军的无人机操作员展开直接对决，最终还是乌军技高一筹。由国民警卫队斯巴达第3分队的无人机率先在一堆废墟中找到了俄军无人机操作员的位置，随后乌军引导远程火炮和 FPV 无人机对这里进行了联合覆盖打击，摧毁了这个俄军前线无人机基地。有消息称，这是乌克兰专为无人机服务而开发的移动无人机车间的首个战果，详细战报有待进一步披露。在红军村方向，乌军在利用无人机和火炮打退俄军攻势的同时，还派遣特战小组深入俄控区进行反击。如乌军第59独立机动步兵旅就击溃了一支俄军突击部队，并摧毁了一辆 BMP 战车。目前红军村前线各个据点的争夺仍在激烈进行中，战况尚不明朗。库拉霍沃方向，库拉西夫斯卡火力发电厂的战斗还在持续，乌军利用阵地阻击俄军没有撤退的迹象，这里已经成为乌军压力最大的防线之一。1月1日，俄军新增伤亡1250人，累计伤亡突破79万，达到79万800人。战争研究所报告称，2024年俄军侵占了乌克兰约4168平方公里领土，
其中大部分都是田地和小型定居点，但却因此损失了超过42万人。这表明俄军每占领1平方公里乌克兰领土就要伤亡约102人。尤其是2024年12月，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称，当月俄军的日均伤亡人数为1585人，比11月的1523人多出62人，再次创下俄罗斯日伤亡率新高。从数据上看，俄军完全就是不计代价的用士兵生命去堆积战果。但即使这样，俄军依旧未能实现夺取乌东4州和在哈尔科夫建立缓冲区的目标。此外，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曾表示，2024年将有44万名新兵与俄罗斯国防部签订合同，这与俄罗斯2024年伤亡数据大致相当。但俄罗斯想要继续维持人海战术的高消耗作战，就必须保证2025年能签约更多的士兵。毕竟，随着战争的持续和武器损耗的加剧，俄军伤亡正在急速增加。为了解决兵源问题，普京再次签署了新总统令。此前，为了征兵，普京在2022年11月和2024年7月签署总统令，通过发放入伍奖金来吸引新兵入伍。但现在，由于乌军不断打击俄能源设施，导致俄罗斯经济困顿，普京不得不签署新总统令，即将新兵的入伍奖金从180万卢布大幅提高到332万卢布，约合3万美元。但相对的，自2025年1月1日起，那些愿意通过参战来代替服刑的囚犯兵们将不会再有入伍奖金，只能挣工资和补贴。这进一步表明俄罗斯监狱系统的资源正在耗尽。对此，布达诺夫局长表示，就目前的规模而言，俄罗斯虽然还有能力将战争打下去，但俄罗斯经济正在衰退。他认为2025年俄罗斯经济和金融会接近甚至达到危险水平。战争研究所也分析认为，俄罗斯当前工作重心似乎放在了俄军军力需求和国内政治稳定上，而非如何缓解经济压力和劳动力短缺问题。当然，不管普京新总统令有没有用，俄罗斯工作重心放在哪儿，就损失42万人、大量装备，换取4000多平方的乌克兰领土而言，怎么看都是巨大失败。甚至《政治报》已将普京列为2024年最大输家之一，被连续3次评为年度失败者。如今的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没有实现，库尔斯克州被攻占，失去叙利亚立足点，国内又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劳动力短缺。种种因素加起来，2025年的俄罗斯在面临进一步萎缩的能源收入时，上述情况将继续恶化。基辅邮报报道，波兰于1月1日从匈牙利手中接过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一职，任期为6个月。这是波兰自2011年以来第2次担任主席国。在接下来6个月里，波兰将主办300多场行政和部长级会议，工作内容将重点关注7个领域的安全，即外部、内部军事安全、信息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以及食品和健康安全。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说，要将欧洲打造成地球上最安全、最稳定的地方。为此，他表示将继续援助乌克兰，并让各盟国继续强化边界防御力量。对此，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里·西比哈表示，乌克兰依赖波兰的领导力、有原则的立场和决心。他希望欧盟能采取新的举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安排乌克兰迅速加入欧盟。泽连斯基也表示，乌克兰将在2025年尽最大努力进行欧盟准入谈判和与欧盟伙伴发展关系。总之，波兰担任主席国对乌克兰而言是2025年一个好的开始。其他国家也纷纷进行了新一轮援乌行动，如意大利拨款1300万欧元帮助乌克兰恢复能源设施。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在新年致辞中誓言，他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并承诺为乌克兰提供比欧洲其他国家更出色的支持。至于现任的匈牙利，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月1日证实称，由于未按要求改革，其失去获得欧盟10.4亿欧元援助的资格。据悉，欧盟对匈牙利的援助计划是以匈牙利实施改革为条件，希望匈牙利能在2024年底前符合欧盟标准。改革内容包括修改有关防止利益冲突和打击腐败的法律，但匈牙利并未如期达到要求，而且还被广泛视为与俄罗斯关系最为亲密的欧盟成员国，一再阻挠对乌克兰的援助，从而延长和升级了正在进行的战争。因此，欧盟其他成员国不愿意出资援助匈牙利，匈牙利也就失去了10亿欧元的援助资金。截至目前，欧尔班政府对10亿欧元被欧盟没收，未发表任何评论。不知道接下来欧盟会不会进一步收紧对匈牙利的政策。根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1月1日声明，因过境协议到期，俄罗斯于当天上午8时正式终止过境乌克兰向欧洲输送天然气。此前，欧洲诸国已经在为俄罗斯停气做准备，但通过这条管道获取天然气的欧洲国家仍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斯洛伐克对该国而言，由于其距离目前欧洲所有的天然气管线相对较远，它对于过境乌克兰的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度是最深的，所以乌克兰这条线一旦断了，在天然气供应以及能源安全方面，对斯洛伐克的直接影响可能是最大的。此后，斯洛伐克每年在天然气进口方面的费用要多花费5亿到10亿欧元。而且，斯洛伐克总理菲科曾公开表示，如果真的从乌克兰断气了，那么他可能会实施报复行动，即不向乌克兰提供电力。泽连斯基更是因此指责菲科，如果断供乌克兰电力，等同于向乌克兰开辟了第2条能源战线。好在波兰这时候站了出来。据莫斯科时报报道，如果斯洛伐克真的切断了向乌克兰的电力供应，那么波兰将向乌克兰提供电力，以维持乌克兰的正常需求。不过，截至目前，斯洛伐克还尚未做出过分行为。其二，摩尔多瓦。据莫斯科时报报道，目前德涅斯特河沿岸因缺少天然气，已无法正常供应暖气和热水，当地正在采取紧急措施。至于摩尔多瓦政府控制区，虽然其储存有部分天然气，但也只能持续到今年3月底。当地能源部门已进入紧急状态，并计划从罗马尼亚和乌克兰进口电力，以此来维持国内需求。其三，奥地利。该国曾被俄罗斯断过气，因此能够直接显现出过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的威胁。目前，该国正在使用源自德国、意大利的进口天然气。虽然在短期内不会出现天然气短缺问题，但已造成天然气价格上涨，久而久之，在经济上会给民众带来一定的负担。当然，还有部分国家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火力军在这里就不多做赘述了。既然断气的后果这么严重，那么乌克兰为何还要坚持不再续约过境协议呢？首先，乌克兰肯定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尽管切掉这条线路也会给自身带来一定损失，但与俄罗斯的损失相比，实则上已经占了大优。其次，乌克兰希望此举能够迫使一些国家切断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并希望欧洲国家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应对能源问题。最后，乌克兰希望获得美国支持。特朗普此前表示，希望欧洲各国能够增购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而目前乌克兰已打算采取相关行动了。这种通过切断与俄罗斯的能源联系，转而向美国采购能源的方式，大概率是为了确保在特朗普上台之后，能够继续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一架伊尔96飞机从莫斯科起飞，经停圣彼得堡，接着抵达纽约，再次停留数小时后再次起飞，最终抵达华盛顿，之后又从杜勒斯机场返回。需要注意的是，负责驾驶这架飞机的飞行员隶属于俄罗斯特种航空中队，该中队又名第235独立航空分队，其成立于1956年，主要职责是使用特别改装的商用飞机来运送俄罗斯高级官员，其中也包括普京。再加上美俄双方都曾表态，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提前会晤很可能已在筹备中，因此有传闻称这架专机其实是把俄罗斯高层官员带到华盛顿进行会谈，不排除会晤可能在机场举行，从而躲避媒体的关注。但随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证实，这次的专机飞行只是为了轮换外交官。另外，此时距离特朗普正式就职已不足20天，他曾表示要在1天内结束乌俄战争。如果他真的要和普京提前会晤，并讨论结束乌俄战争等重要问题的话，那么两人会晤地点的安全性大概率是非常高的级别，因此可供选择的就只有瑞士的日内瓦、卡塔尔的多哈、阿联酋的阿布扎比等传统选项。但考虑到卡塔尔国内驻扎有美国空军和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前线指挥部，这样一来，俄罗斯方面可能会出于安全问题把卡塔尔排除在外。2025年1月1日，欧洲申根区再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2名成员，将这个无边界管制区域的成员数量增加到29个。两国内政部长还于跨年夜当晚，在连接两国的卢塞9尔9陆地口岸举行仪式，庆祝加入申根区。据悉，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均在2007年加入欧洲联盟，2021年达到加入申根区的门槛，但由一些申根区成员国的反对，一直到2024年3月底才完成部分加入申根区，即两国取消与其他申根区国家的空中和海上边境管制，但依然维持陆地边境管制。现在两国之所以能全面加入申根区，是因为主要反对过奥地利改变了立场，开绿灯放行，这才让欧盟理事会准许两国于2025年1月1日0时起全面加入申根区。
而奥地利先前反对的主要理由是两国在阻止非法移民入境方面做得不够，担心一旦加入申根区，可能会涌入很多非法移民。为了打消奥地利顾虑，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从2024年10月起与奥地利签署一份边境保护协议，协议内容是他们联合派遣边防人员驻守保加利亚与土耳其接壤的边境地区，初步实施为期6个月的临时陆地边境管制。对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成为申根区正式成员，匈牙利内务部长平特·山多尔表示，此举将惠及两国公民和整个欧盟。外界经济分析师估算称，全面加入申根区将帮助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至少1个百分点。罗马尼亚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也称，加入申根区将大幅减少通关等待时间，降低物流成本和吸引更多外资。欧洲一体化进展正在加速。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于1月1日正式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第125个缔约国。目前，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竖起了乌克兰国旗。乌克兰也将拥有分配给缔约国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包括参加缔约国大会提出讨论问题、对国际刑事法院预算进行投票，以及为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关键官员的选举做出贡献。乌克兰还将在确定国际刑事法院的优先事项和制定罗马规约修正案方面拥有发言权。这将加强乌克兰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并为推进全球正义提供机会。更重要的是，乌克兰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正式成员，将改善受俄罗斯罪行影响的乌克兰人获得国际刑事法院受害者信托基金的机会。作为成员，乌克兰将帮助确定这些资金的分配方式，以及谁能接收这些资金。需要注意的是，乌克兰虽然批准了罗马规约，这是国际刑事法院的创始条约，赋予了签约国对4种罪行的管辖权，即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但在正式通过后的7年内，他不会承认该法院对乌克兰公民在战争罪案件中的管辖权。在任命了阿拉伯国家第1位女性央行行长后，叙利亚新政府的动作还没停。据 NEXTA 新闻报道，叙利亚新政府又任命了首位女省长，即莫赫塞纳·穆海塔维，她将负责管理苏韦达省。该省是叙利亚德鲁兹人占比较多的省份，再加上穆海塔维本人就属于该教派，这也反映出新政府让当地人管理事务的趋势。而且先是女行长，接着是女省长，叙利亚新政府似乎还在向国际社会表明，他们不会在世俗化上倒退。如果这样的动作能延续下去，对叙利亚无疑将会是一件好事。与此同时，叙利亚新领导人朱拉尼还会见了阿萨德时期的副总理，在大马士革，朱拉尼和阿卜杜拉·达尔达里会晤。达尔达里此前是阿萨德政府的副总理兼经济规划部部长，现在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助理秘书长，同时也是中东区域的负责人。双方讨论了合作举措和下一步的发展战略。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叙利亚新政府释放出的开放信号。至于叙利亚未来会如何发展，目前仍有待观察。据路透社报道，由朱拉尼领导的叙利亚新政府将任命梅沙·萨布林担任中央银行的行长，这是叙利亚70多年以来首次由女性担任该职位，同时也是整个阿拉伯国家第1个女性央行行长。据公开资料显示，这位女行长在大马士革完成了学士、硕士和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并拥有注册会计师资格。在担任央行行长之前，她已经在叙利亚的金融机构工作了15年，并在2018年入驻大马士革的证券交易所，是金融方面的专项人才。在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离开后，萨布林就紧急接手了经济工作，稳住了叙利亚的银行系统。而叙利亚任命女行长的举动，其意在向外界表明，其一是专业的事交由专业的人做，其二是叙利亚将迎来全新改变，寓意破茧重生。此外，叙利亚的首次全国会议将定于1月4日至5日在大马士革举行，预计会上将对叙利亚的未来走向制定方案，届时约有1200名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这会是新政府里程碑的一步。据美联社1月1日报道，巴基斯坦和印度于当天交换了各自的核设施清单。据悉，由于印巴边境交火不断，双方曾于1988年12月签署了一份双边协议，为避免攻击到对方的核设施，两国规定从1991年开始，每年1月1日都要交换这种清单。而此次交换清单的事宜，则通过驻伊斯兰堡和新德里的外交官来完成。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罗斯监狱资源耗尽了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